重生后，我的心声被全家都听见了。如果大姐知道自己的精神病是被妈妈下药的，她会不会很难过？只见正准备吃药的大姐，突然捏碎了手里的药瓶。要不要告诉二姐，老妈是故意把她养成草包名媛的？她会怎么想？沉迷美颜相机的二姐突然用指甲划烂了皮包。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妈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夺取家产嫁给她的白月光，那这个家是不是就散了？此时全家人看我妈的眼神都变了。在我妈的亲儿子李坤坤的接风宴上，我重生的心声被全家听见了。大姐因精神病被迫静养，二姐被捧成胸无点墨的草包名媛，都拜我妈所赐。当我默念出他们悲剧的真相时，被迫静养的大姐捏碎了药瓶，沉迷虚荣的二姐摔了手机，而我爸看向我妈的眼神冷得像冰。他和我爸结婚只是为了攀高枝，事实上他早就有喜欢的人了。他还偷偷为那个男人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我们家的养子李坤坤。我妈自打从和我爸结婚开始，就一直筹谋怎么把我爸的财产占为己有，然后和他心爱的男人以及他的宝贝儿子一起组成富贵美满的家庭。可意外的是，我重生了，重生到我妈把李坤坤领养回家的这一天。李婉柔牵着那个瘦弱男孩的手，脸上洋溢着圣母般的光辉。建国，你看小坤多可怜，以后他就是咱们的亲儿子了。这时候的李坤坤全身都在颤抖，他露在外面的手臂都是被鞭打的痕迹，楚楚可怜的样子，上一世让我爸对他第一眼就产生了怜爱之心，然后将他视如己出。我看着他精湛的演技，前世被他和这个私生子联手逼得家破人亡的惨状历历在目，一股寒意夹杂着恨意直冲头顶。就在我爸主动伸手去拉着李坤坤时，来了，就是这个小白眼狼李坤坤，我妈跟他白月光李慕远的种。爸，你头顶的草原能跑马了。我爸刚喝进嘴里的茶全喷了出来，剧烈的咳嗽，眼睛死死瞪着我，而我一脸无辜地看着他。我爸皱了皱眉头，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坤坤，快叫爸爸！李坤坤抬起湿漉漉的眼睛，怯生生地开口：爸。接下来，李坤坤应该会扑进爸爸的怀里，委屈大哭，从而得到爸爸的同情。果然，下一刻，李坤坤就主动扑进了我爸的怀里，然后开始嚎啕大哭。上一世我爸很动容，也抱着李坤坤哭，这一刻我爸根本哭不出来，并且视线一直看着我。铁锤，是你在说话吗？没有，怎么了？不能让老爸知道我重生了，不然他肯定会把我当怪物。这一刻我爸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脸不可思议看着我。坤坤，别哭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铁锤，你带坤坤去一下他的房间。演，继续演，等会儿就该假装从楼梯上摔下去，然后诬陷是我推的了。上一世就是这么让老爸开始讨厌我的。我爸已经到了嘴边的应声猛地噎住，看向李坤坤的眼神瞬间带上了审视和警惕。果不其然，李坤坤跟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从楼梯上滚下来，然后就开始嚎啕大哭。我妈则是第一时间冲过来抱住他，紧张地问道：坤坤，你怎么了？不怪铁锤哥哥，是我狡猾，不小心摔下楼梯的。王铁锤，坤坤以后就是你弟弟了，你怎么能这样子对他？是不是从小我们把你宠坏了？什么坏事你都做得出来？我爸此刻也走了过来，但显然没有我妈那么激动。妈妈，你不要责备铁锤哥哥，我知道他只是一时不能接受我的到来，我能够理解的。上一世李坤坤就是这样，成功让我爸对我有偏见。完了，我又要被爸妈责备了，不管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要说了。这时候我爸看我的眼神明显带着些愧疚和难过，下一刻我爸狠狠地踢在了李坤坤的脸上，直接把他踢懵了。我刚刚看得很清楚，是你自己摔下来的，你居然污蔑我儿子，难怪你被人领养了多次，都被人退了回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爸爸，我不是故意的。坤坤一直被人虐待，缺乏安全感，所以可能对有些事情产生了些错觉，都是误会。你干嘛这么说他？别把孩子吓到了。这时我明显感觉到我爸正准备揭穿我妈的阴谋。这个时候要是揭穿妈妈，她不但不会承认，还会打草惊蛇。毕竟老妈现在还握着公司的好多股份，两个姐姐也一定是站在我妈那边。平时爸爸是严父，妈妈是慈母，真的闹起来，说不定两个姐姐都会帮着妈妈。只见我爸沉默了，大概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于是对我妈和李坤坤说：这样的事情我不想再发生第二次。田姨带他去房间。我爸直接吩咐，田阿姨连忙带着李坤坤上了楼。我妈本还想给我爸解释，但这次我爸直接拉着我的手离开了。真是奇了怪了，平时我只要哄哄他，他就会喜笑颜开，今天怎么会突然对我爱答不理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心中冷冷一笑，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我爸小心翼翼地询问我：铁锤，你告诉爸爸，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关于你妈妈的事情？我表情无辜，连忙摇头：我不知道，我不能说，爸爸会失望的。记得上一世我发现妈妈和一个叔叔来往，把私生子都领养到家里来。我告诉爸爸后，爸爸说我小年纪就会造谣，还打了我一顿。这时我爸的眼泪瞬间盈眶，满脸的心疼和内疚。铁锤，你是爸爸唯一的儿子，爸爸这辈子最爱你了。从这天之后，我能明显感觉到我爸对我妈以及李坤坤的疏远。每次李坤坤主动对我爸示好，他都视而不见。我妈给我爸献殷勤，我爸也爱答不理，甚至平时都不去公司的我爸这段时间也变得频繁了，这让我妈和李坤坤都有些急躁。妈妈，你不是说那男人对你很好吗？可我怎么做他都不喜欢我，到底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段时间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可能更年期要到了，脾气不好，咱们不管他。明天你二姐要放寒假回家，她蠢得很，你先把她哄好了。好的，妈妈。坤坤，你要尽快取代王铁锤在这个家的位置，一旦你得宠了，那以后我们要得到这一家的财产就轻而易举了，到时候我们就能接你爸爸过来享福。妈，你放心，王铁锤这个温室里的笨蛋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对手？哼，我很快就会得到全家人的喜爱。晚饭前，客厅里飘荡着轻音乐，一阵甜腻的香风掠过。我二姐王雨桐穿着当季最新款的奢侈品套装，边从旋转楼梯上走下，边对着手机屏幕调整角度，语气娇嗲地录制视频。宝贝们看，这就是本小姐的日常哦，家里也就普普通通啦。粉丝们都说我这才叫天生的大小姐命呢。她话音刚落，那个瘦弱的身影就动了。李坤坤像只等待已久的小兽，看准时机，抱着一个印着巨大 logo 的限量版潮玩礼盒，怯生生却又精准地凑到了二姐面前。二姐，你看这个，这个是我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的。听说现在最火的网红都有这个，你这么漂亮，又是天生的大小姐，他配你最合适了。她仰着脸，眼神里充满了小心翼翼的讨好，将那昂贵的礼盒往前递了递。呵，来了，自己攒的零花钱，分明是妈偷偷塞给他的活动经费。哼，这就开始上手段了，想用糖衣炮弹把我傻二姐轰得更晕乎点。我的傻二姐爱，她就是要把你往除了收礼炫富啥也不会的草包人射上定死。二姐王雨桐手猛地一抖，那部镶钻的手机脱手而出，重重砸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屏幕瞬间碎裂成蛛网。二姐像是被什么东西折了一下，猛地抬起头，脸上精心修饰的妆容也掩盖不住瞬间褪去的血色。老弟，你刚才说什么？我一脸无辜，我什么都没说啊。二姐也有些惊奇，因为她确实没有看到我开口。到底要不要告诉二姐，她是被我妈刻意养废的？等到二姐被全网封为最蠢名媛，精神崩溃的时候，她正穿着你的名牌，用着你的家产，在她亲爸面前撒娇呢。二姐眼睛都瞪圆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目光像两道冰冷的探照灯，死死定在依旧举着礼盒，表情纯真无邪的李坤坤脸上。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李坤坤被二姐这突如其来的锐利眼神看得有些发毛，强装镇定地维持着笑容。我看二姐你的视频里经常出现这个牌子，我猜你一定会喜欢的。二姐没有去接那个礼盒，只是死死地盯着他，那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审视，以及一种逐渐清醒的冰冷的恐惧。二姐大概是第一次发现，这个可怜养弟的笑容背后，似乎藏着让她脊背发凉的东西。二姐，你不喜欢吗？我只是想让你开心。我知道我不配用这么好的东西，但我觉得只有二姐你才配得上。开始了，经典我不配三板斧，先示弱，再抬高，最后道德绑架。上一世二姐就是吃这套，立马心软，还把信用卡副卡给他了。二姐深吸一口气，非但没有像往常一样心软地接过礼物安慰他，反而双手环抱在胸前，那双看过无数滤镜和美颜的眼睛，此刻像最精密的扫描仪，上下打量着李坤坤。不配，你知道这个联名限量款多难抢吗？发售3秒就空。你一个刚来家里连零花钱都没发过的人，是怎么攒出来，又怎么抢到的？李坤坤猛地一噎，脸色瞬间白了3分。他没想到一向只关心包包和美容的二姐会问出这么犀利的问题。是我求了妈妈好久，她心疼我，才提前预支给我的。我真的只是想谢谢二姐平时在视频里那么照顾我。放屁！妈的钱不就是爸的钱？拿我们家的钱来讨好我们家的人，空手套白狼这手玩得真溜。还照顾你，二姐视频里提过你一个字吗？照顾你，李坤坤，气过了。我的视频里只出现过我自己，还有，我现在不喜欢这种东西了。虚有其表，跟某些人一样。接连背对，李坤坤脸上的可怜表情几乎挂不住，他眼底闪过一丝慌乱和狠戾。眼看献殷勤失败，他心一横，决定执行备用计划。嫁祸！就在二姐转身准备离开的瞬间，李坤坤突然哎呀一声，手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撞到一样，猛地一松，那个昂贵的潮玩礼盒直直朝地上摔去，同时他脚下巧妙地向后一绊，整个人向后踉跄，眼看就要摔倒在地，方向正好是朝着我这边。铁锤哥，你为什么要推我？若是上一世，这一幕必定会让我百口莫辩，所有人都会认为是我嫉妒他送礼给二姐而动手推人。然而他失算了。二姐王雨桐猛地回头，她没有去看即将摔倒的李坤坤，也没有去看那掉落的礼盒，她的目光如同最精准的摄像头，牢牢锁定了李坤坤刚才那只被撞的手，以及他脚下那个极其不自然的自己绊自己的动作。李坤坤，你给我站直了！这一声厉喝带着前所未有的气势，直接把李坤坤吼得僵在原地，那个假摔的动作做了一半，不上不下，异常滑稽。二姐3步并作2步上前，没有扶他，
而是弯腰一把捡起那个只是外壳磕碰了一下的礼盒，直接塞回李坤坤怀里。第一，我老弟离你至少2米远，他是会隔空打牛吗？第二，想假摔嫁祸，拜托你下次找个表演班学学，表情和动作都假的要死。第三，拿着你的东西滚远点，别拿这种不上台面的手段来恶心我，更别想碰我弟弟一根头发。李坤坤抱着礼盒站在原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那精心维持的可怜面具彻底碎裂，只剩下被当众拆穿的羞愤和难以置信的震惊。他大概死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他研究了很久，认为最容易讨好的草包二姐，会突然变得如此犀利，如此可怕。二姐说完，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拉着我就走，只留下一个又 A 又飒的背影和原地彻底石化的李坤坤。卧槽，二姐威武，这就觉醒了吗？爽！谁让你来我家的？给我走！哼，这个家不欢迎你。李坤坤被吓得哇哇大哭。我妈本来是想要给足够空间让李坤坤去讨好我二姐，所以故意没在客厅。我爸也去了公司还没回来，但听到哭声的我妈连忙走了出来。怎么回事？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弟弟？这货你带回来的是吧？赶紧把他送走，我不想再看到他。你这说的什么混账话？坤坤来到我们家就是家里的一份子，你这么大怎么还这么不懂事？亏你弟弟还给你准备了礼物，你居然还不领情。我妈说到礼物的时候，我就看到二姐气的头发都在冒烟。我要是二姐的话，现在就不和妈妈吵，反正吵了也没用。老妈带着李坤坤回家就是为了抢我们家的家产，二姐这个时候应该发愤图强，重新改过，最后杀妈妈一个措手不及。二姐顿了顿，到嘴边的话就这么咽了下去。反正我是不会认他这个弟弟的。铁锤，我们走。说着，二姐拉着我就走了。我妈和李坤坤面面相觑，一脸的茫然，他们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全家突然变聪明了？铁锤，我曾经是不是让你很失望？没有，我知道二姐很棒的。其实二姐是被妈妈骗了而已。我知道她很聪明的，以后肯定会成为很优秀的人。二姐笑了笑，看上去有些感动。她伸手用力揉了揉我的头发，眼神里褪去了往日的浮华，多了几分坚毅。小弟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做一个优秀的人，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的。二姐好像真的不一样了，这种眼神，上一世直到她崩溃都没再出现过。正说着，李坤坤房间的门轻轻打开了一条缝，他显然是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又找准时机钻了出来，手里还捧着那本厚厚的英语原著。二姐，铁锤哥，你们在聊天呀？二姐，这本书里有几个句子好难懂哦，你能教教我吗？爸爸说你以前，我是说二姐你这么厉害，肯定看得懂的。他这话看似请教，实则绵里藏针，刻意提起二姐以前学习不好的事，想在她刚立下决心时给她一个下马威，顺便彰显自己的好学。李坤坤，你这本书拿反了。李坤坤表情一僵，慌忙把书正过来，耳根瞬间红了。还有，想挑事就光明正大来，别总玩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看着都累。另外，从今天起，别拿你那些网红爆款、限量潮玩来烦我。王雨桐要开始认真读书了，这些东西太低级，配不上我未来的身份。说完，二姐拉着我，径直从目瞪口呆的李坤坤面前走过，再没多看他一眼。回到自己房间，我亲眼看着他拿起手机，不是打开社交软件，而是干脆利落地将那些修图、视频 app 一个个卸载，随后在网上迅速下单了一整套高中基础复习资料，并预约了顶尖名校的金牌家教。二姐这是要动真格的了。李坤坤，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我们王家的儿女醒了。我妈还有李坤坤彻底傻眼了，明明他们什么都没做，为什么我爸和我二姐对他们的态度都变了？我爸爸原本都不去公司了，公司的事情全部都交给我妈处理，我爸就差一点就能收买公司的人心，成为真正掌控公司的实权者。结果我妈一去公司，那些原本飘忽不定的股东和高层全部都不买我爸的账，把我爸气得肾都虚了。坤坤，你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回来讨好这家人的吗？怎么反而被你搞得一团糟？这离我的计划越来越远了，我还怎么带你爸爸来这里享福？李坤坤委屈的都哭了。我也不知道，我都是按照你教我做的，可他们一个个都不相信我。我妈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错，这让她开始变得有些暴躁。你大姐马上就要回家过年了，她最信任我，也最感激我，其他人暂时不用管了，你大姐才是这个家的指定继承人，这次你一定要把她拿下。好的，妈妈，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一定会让大姐喜欢上我的。李坤坤心里大概也有些不甘，他觉得他什么都比我好，比我会看人眼色，比我会表现自己，怎么会得不到全家人的喜欢？上一世我意外被我爸从100楼丢下去时，他还趾高气扬地嘲讽我只用了1根手指头就让他一无所有。在我去世之后，我爸还有我2个姐姐其实都很难过的，只是没多久就被李坤坤的糖衣炮弹给迷惑。而我妈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亲生母亲。我亲生母亲在我出生不到1年就意外去世了，她接近我爸的目的只是图谋我家的产业罢了。临近年关，我大姐才从国外休养回来，
这天我妈刚好在公司，二姐也在学习。李坤坤看到大姐后，就像看到亲爹一样开心。大姐，你终于回来了，我一直都很想见你。此时的李坤坤笑得像朵花一样，看起来人畜无害，实际上茶里茶气的。之前一直听妈妈说起你，说你成熟优雅又美丽大方，闻名不如见面。你比我想象中更年轻更好看。大姐木讷地坐在书桌前，没有理他。大姐，该吃药了。妈妈说你身体不舒服，让我以后每天都记得提醒你。她声音细弱，眼神却悄悄观察着大姐的反应。我能看见大姐王雪宁坐在书桌后，面容憔悴，眼下有着浓重的青黑。她看着这个新来的弟弟，眉头微蹙，但还是习惯性地伸出手。糟了，这药不能吃！李坤坤这小白眼狼，嘴上叫得亲，心里巴不得大姐永远病下去。我大姐脸色突然大变，猛地转头看向了我，明显的抖了一下。大姐发现我并没有说话，眼神变得有些疑惑。妈找黑心医生开的药，他弟的这么积极，就是想亲手把大姐这个继承人给废掉。大姐的手在空中猛地转向，狠狠一挥，直接将李坤坤手中的水杯和药片全都打飞出去，玻璃杯砸在地上碎裂开来，水渍和药片溅得到处都是。谁让你来的？我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插手？李坤坤被这突如其来的怒火吓得浑身一抖，眼眶瞬间就红了，演技说来就来。大姐，我只是关心你，我不是故意的。又来了，装可怜给谁看呢？等会儿是不是就要说是我指使的，或者干脆说是我推了他？这边的动静瞬间吸引了客厅里的爸爸和二姐。爸爸眉头紧锁，眼神复杂地看着这一幕，二姐则双手抱胸，冷眼旁观。爸，我真的没想惹大姐生气，我只是想为这个家做点事。滚出去！李坤坤被这声厉喝吓得一哆嗦，求助般地看向爸爸，却发现爸爸看他的眼神不再是单纯的怜悯，而是带上了深深的审视。他又看向二姐，二姐却只是嘲讽地勾了勾嘴角。李坤坤站在原地，进退两难，那副可怜面具还挂着，眼神里却已经控制不住地流露出一丝计谋失败的慌乱和怨恨。该第一回合就想踩着我大姐上位，做梦！大姐威武，这把火看来是点着了。几天后是李坤坤的生日，我妈妈几乎把所有重要的亲戚和朋友都请来给他过生日。偌大的别墅热闹非凡。铁锤哥，我身上这套西装是大姐送给我的，听说好贵的，我好喜欢，你觉得好看吗？李坤坤故意在我面前显摆，他用这种方式来拉我对他的仇恨值，然后让自己成为弱小无助的那个。我之前确实也中了他的计，和他闹得很不愉快，导致全家人甚至整个来参加他生日宴的人都来指责我。这次我才懒得搭理他，只淡淡的说了句：真帅啊，和你很配。你会不会嫉妒呀？以前大姐给我买了很多礼物，今天你过生日，给你买一套西装而已。这有什么好嫉妒的？我还以为你会不高兴。我听说以前你最黏大姐了，这几天大姐为了让我在这个家能够更适应，所以多陪了我一些。我担心你会不开心，还好你没有，是我误会你了。你对大姐没那么依赖的。此刻大姐刚好端着菜走过来，也不知道这几天李坤坤在大姐面前说了些什么。反正我大姐明显对李坤坤有了保护欲，她看到我们单独在一起，生怕我欺负李坤坤。爸爸说你刚来这个家，让我们多照顾你，难道我要像你一样得寸进尺，一直霸占着大姐吗？我一脸不解地问他。李坤坤被我说的有些难堪，但也只此一秒，下一刻他立马就厚脸皮地开始控诉我。你是在责备我霸占了大姐吗？可你刚刚明明说不在意的。说着，他的眼泪就跟不要钱似的疯狂往下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怎么了。大姐看到李坤坤哭得厉害，声音有些沉。怎么回事儿？没什么，我以后一定会注意分寸的。铁锤哥，你别生气好不好？我来这个家是为了加入你们，不是来破坏你们的。李坤坤，你到底要多不害臊才能够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大姐问都没有问，直接就站在了李坤坤那边。王铁锤，坤坤才来这个家什么都不熟，爸和二妹又对他爱搭不理的，你作为哥哥就不能多照顾他一下吗？说完我就看着大姐准备带李坤坤离开，刚走2步，李坤坤突然一个趔趄跪在了地上，裤裆刺啦一下破撕开了个大口子。铁锤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这一刻，因为李坤坤这一声尖叫，大厅中所有人都被吸引了过来。李坤坤看上去更加委屈了。怎么了？我……李坤坤哆哆嗦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敢说话。我妈问我大姐王雪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姐直言不讳，没给我留半点面子，把罪名直接安在了我的身上。王铁锤把坤坤的衣服踩破了。王铁锤，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弟弟呢？他今天生日，你嫉妒心别那么强行吗？他这15年来没有过个像样的生日。此刻大厅中也有了些七嘴八舌的议论声。王铁锤真是被惯坏了，怎么能让坤坤当众难堪啊？不管怎么样，李坤坤进了这个家门，就是他们家的儿子了。王铁锤怎么能这么霸道？我听说李坤坤这孩子苦命得很，王铁锤真是没有半点同情心啊！所有人都在指责我，我看到我妈和李坤坤在一旁得意的笑，他们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了。
恐怕我现在怎么解释都没用了吧？就连我最爱的大姐都觉得是我故意办了李坤坤。我看到大姐愣了一下，她明显有些不解，为什么没看到我说话，怎么听到了我的声音？我又在心里说道：其实我被冤枉也没什么，可我真的不想大姐一直被妈妈欺骗。大姐要是知道她是被妈妈精神控制，吃错药才导致精神疾病的，会不会很难过？她是那么爱妈妈的，我真的不想让大姐伤心。我看着大姐脸色突然大变，她双手紧紧地抓住手里的水杯，愤怒到身体都在发抖。铁锤哥，你要是这么不喜欢我，我就离开这个家吧。我能够来到这个家，享受这1个月的幸福，有爸爸妈妈，还有几位姐姐，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我不敢再奢求什么，也不想让你不开心。李坤坤这番发自肺腑的言语，瞬间感动了所有人。家里的亲戚朋友纷纷开始为他再次指责我。王铁锤，这就是你不懂事了。坤坤这么为你着想，你怎么不和他好好相处？听大姑的一句话，给坤坤道歉，别这么任性了。坤坤心地这么善良，你有这么一个弟弟是你的福气，赶紧给坤坤道个歉，别伤了他的心。铁锤，你带坤坤去房间换一下衣服。我记得没错的话，上一世李坤坤要从楼梯上摔下来。李坤坤看这么多人都站在了他这边，自信心更足了。你们不要为难铁锤哥哥了，我不想他难过。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有些难过，好半晌才说道：我本来就是领养来的，我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家庭。别说铁锤哥了，他不喜欢我，我就应该走。坤坤，我既然把你带回了家，你就是属于这个家，谁也不能把你赶走。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为这个家做任何贡献。妈妈，麻烦你今晚就把我送回孤儿院，那里才是我的归宿。你这傻孩子，我们要怎么才能够证明你在我们家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你感受到我们全家都是欢迎你的？我妈妈看上去很着急，一副很想留下李坤坤却又想不到更好办法的焦急模样。此刻大厅中突然有人吆喝了一句：这不简单吗？李坤坤在这个家没有安全感，那你们给他点安全感。你现在送他王氏集团股份，一旦有了股份，谁还能说他不是王家人？说话的人虽然是我爸爸这边的亲戚，但早就被我妈妈收买了。看人真准。而他之所以会用这个方法，也是因为我妈曾经得逞过。妈妈，我不能要的，真的不能要。李坤坤连忙拒绝，一副体贴又委屈的模样。上一世这股份是我爸给的，爸爸心疼李坤坤，就给了他10%的股份。这一世我爸不在这里，我妈就把主意打到我大姐那里。王雪宁，妈妈从来没有求过你任何事情，你也知道妈手上的股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在公司为你爸分担工作上的辛苦。你现在暂时养病，不用上班，要不你先拿10%给李坤坤，回头妈想办法把这部分给你补上。我妈说的理所当然，她不觉得我姐会拒绝她。刚刚我大姐可是为了维护李坤坤，当众给了我难堪，此刻她给李坤坤股份就是对我最好的教训，所以她觉得我大姐不会拒绝。但她没发现我爸爸和我二姐下楼了，应该是佣人去禀报的。我爸爸和我二姐怕我吃亏，就赶了下来了。所以这一刻，全家人都一起听到了我的心声。大姐要是把股份给了李坤坤，那距离我妈妈抢走我们家的家产更进一步了。其实大姐的精神问题不是治不好，是妈妈根本就没有用心给她治疗过，国外的医生也是她故意安排好的。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妈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嫁给她的白月光，那这个家是不是就散了？此时此刻，全家人看我妈的眼神彻底变了。妈，我不要！大姐愤怒到头发丝都在冒烟了，而李坤坤还在故意推脱，在我大姐面前娇嗔：妈，我不要！怎么能要大姐的股份呢？大姐，你别听妈妈的，我不会这么不懂事的。说着，他还主动伸手去拉我大姐的手臂，想要撒娇卖萌，结果刚碰到我大姐，就传来哐的一声，整个人异常狼狈的被我大姐一下推翻在了地上，把所有人都看呆了，包括李坤坤都震惊到忘了喊痛。我妈妈第一个反应过来，不可置信的说道：王雪宁，你在做什么？你怎么能这么对坤坤？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给我闭嘴！我大姐冷笑，看着我妈的眼神，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也恨不得咬死她。大姐，你干嘛这么凶巴巴？是坤坤哪里做错了吗？别喊我大姐，你不配。王雪宁，你在胡说什么？坤坤是个苦命的孩子，一直在孤儿院里长大，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疼爱，你怎么能这样子对他？他真的没有父母吗？我看未必吧。眼见大姐要把真相说出来，我努力让自己冷静，在心里说道：大姐，现在没有证据去控诉妈妈，肯定不会有人相信的，而且所有人都会觉得是我们全家在欺负李坤坤，因为妈妈和李坤坤让我们全家落下口舌，不值得呀。咱们家里是有监控的，只要回放监控就知道李坤坤是不是在冤枉我了。我看到大姐努力在克制自己的怒火，我妈还在数落我大姐精神病确诊后性情大变，其他人也觉得我妈说的有道理，都站在了我妈那边，直到我大姐吩咐二姐把刚刚大厅的监控调出来。李坤坤一听监控，整个人一下就慌了，他吓得连忙看向我妈，我妈也有点慌乱。你调监控做什么？我大姐没理他，
不用调监控了，事情都摆在眼前，还有什么好看的？这时一旁的我爸开口说道：“必须看，这个家我说了算，我不能让我儿子平白无故受了委屈。”我爸开口气势很强，让人不寒而栗。二姐，调监控。是。李坤坤看事情无法挽回，连忙从地上起来。既然大姐也不喜欢我，全家人都不欢迎我，那我走就是了。站住！在没有给我弟弟证明清白之前，今天谁都不准走。我大姐呵斥出声，虽然她现在没有掌权，但毕竟是我爸爸亲自培养的继承人，气势也不亚于我爸爸。李坤坤不敢说话了，我妈几次想要开口，最后还是闭了嘴。监控调了出来，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李坤坤自己摔倒，还故意弄坏自己的西装，然后还恶人先告状的冤枉我。这一刻，李坤坤差点被口水淹死，纵然脸皮再厚，也羞辱的要死。我爸爸也不废话，把他送走，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他。李坤坤一听说要送自己离开，整个人就受不了了。不，我不走。他才住上这好房子，才拥有了大少爷的身份，他舍不得。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爸爸，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李坤坤哭得昏天暗地，要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他的真面目，还真的又被他给欺骗了。我爸看都不看他一眼，送走，别脏了这个家。李坤坤看我爸爸已经下定决定，又转头求我妈：“妈妈，你说话啊，我真的不想走。”我妈当然不蠢，她知道李坤坤没用了，当机立断和他撇清了关系。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你太让我失望了。说着，他又对我爸爸说道：“老公，我真没想到他这么能装，我马上就送他离开，你千万别生气啊。”我爸轻笑了一下，现在看我妈就跟看跳梁小丑一样。我妈以为我爸是在气头上，也没多想，拽着李坤坤就离开了。我妈把李坤坤送走后，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当着所有宾客的面给我们全家人道歉。都是我的错，我不知道李坤坤是这样的人，还对他那么好，导致我们都被骗了。这件事受伤最大的是铁锤，他差点就被李坤坤给冤枉了。对，王铁锤最受伤是妈妈的错，妈妈给你道歉好不好？妈妈保证以后再也不心软去领养其他的孩子了，你以后就是妈妈唯一的好儿子。我想呕，但我忍住了。既然造成了伤害，安慰几句太没诚意了，你应该做出实质性的补偿。那是必须的。铁锤，你告诉妈妈，你想要什么，什么我都满足。我妈一脸诚恳地说道：“什么都可以吗？”当然，妈妈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好，这是你自己说的，我要你手上王氏集团的股份。你说什么？你要我的股份做什么？这个不用你管，莫非你是舍不得？刚才你可是说了，什么要求都会答应我的，怎么现在要出尔反尔吗？王铁锤，我看到我妈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生了变化，好半晌才支支吾吾的说道：“你才10岁，股份对你不实用，你还是要点别的吧。”可是妈妈刚刚说要给李坤坤股份的，难道在妈妈心目中我还没有一个养子重要吗？我一脸受伤的问他，然后看似随口的说了一句：“难道李坤坤是你的亲生儿子？不然你干嘛对他那么好？”这句话直接把我妈给吓到了。怎么可能？你别胡说，我就只有你们3个孩子。那妈妈为什么愿意给李坤坤股份，却不愿意给我呢？我的股份不能给别人，我还要在公司帮你爸爸做事呢。不用了，刚刚雪宁已经答应去公司上班了。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不愿去公司的吗？我妈不相信，自从她找人给我大姐喂药，就认定我大姐会一直萎靡不振。我是家里的长女，我也是时候承担起家里的责任了。我大姐一字一顿，我妈恨得咬牙切齿，明显还是不愿意，但是找不到拒绝的理由。老妈，现在可以给我股份了吗？你刚刚可是说什么要求都会答应的。我眼巴巴地看着她，大厅这么多人，宾客也都看着她，她要是拒绝自己也下不了台，因为现在的她也不敢和我们一家人撕破脸皮。在她看来，撕破脸皮她就只有这20%的股，不撕破脸皮她还有翻盘的可能。她用了这么多年才走到这一步，她又怎么能甘心？最终我妈还是妥协了。好，不过给你10%就可以了。刚刚我让你大姐给李坤坤也是这么多。我装作一脸受伤的说道：“难道在妈妈的心目中，我不该比李坤坤更重要吗？”我妈半天没说话，明显就是不愿意。我爸直言道：“当时你拿走我的股份时，可是口口声声说你不会要的，最后都要留给孩子的。现在不过是提前给了铁锤，弥补今天他受伤的心灵。怎么，你就这么不乐意吗？”我妈被我爸架住了，下不了台。亲戚朋友那么多也都看在眼里，她曾经的好妻子形象要不要维持就在她一念之间。她维持形象，那她这10几年的布局就白费了。可她不维持形象，她就只有这20%的股份。她的野心那么大，是不会满足的。我爸也没有催促我妈，给她时间好好考虑，反正尴尬的也不是她。我妈额头上的汗水一颗颗往下掉。哪有人真的什么都不图的，只是之前话说的太满了，现在有点打脸罢了。可不是吗？真的把孩子视如己出，又怎么会介意这一点股份啊？这也太自私了吧！我看他好妻子的形象一直是装出来的。我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终究是抹不下那个面子。我看到她眼底闪过一丝狠厉，
只不过转瞬即逝，下一刻他突然就表现得很大度。我怎么可能不乐意？这些股份我当年拿走的时候就说过给孩子们保管的，我只是在考虑要不要给老二10%。既然老大和老三都有了股份，那老二自然也不能少。我不用，直接给弟弟就行了。二姐直接拒绝，大家都知道她的心思，她觉得我二姐最好控制。现在我二姐表现出来的情分都是装的，维持不了几天的。这样啊，既然你不要，那我就给铁锤了。只要你以后别埋怨妈妈偏心就好。不会的，我们姐弟几个一条心，不会在意这些的。那就谢谢妈妈了。我爸半点没耽搁，直接把公司律师叫来，当场签了股份转让书。我妈大概死都想不通，本来叫李坤坤来是助她一臂之力的，结果没想到赔了儿子又折兵，肠子都悔青了吧。当然这对我们全家而言还远远不够。等着吧，上一世你害得我们家破人亡，这一世我要你加倍奉还。妈，你怎么把家产都给那个废物了？这些以后可都是我的，你为什么不给我留一点？你以为我想给吗？还不是被他们给逼的，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一家人都变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几天老大上班比我还勤快，还会抽时间做运动，很快我在公司连说话的份都没有了。妈，是不是你露出什么破绽？不然他们不会这样的。你以为我傻吗？我筹划了10几年，没想到头来功亏一篑，我真的很不甘心。那现在怎么办？不能这样干等吧？妈妈，你得想想办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自从把你带回去之后，这一切才开始变的。明天我把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我想到一个好办法，能把他们一起都拿下。好的，妈妈，我等你来接我和爸爸来到这个家，一起享受好日子。第二天，我妈借口家里亲戚出事，要回老家一趟，就匆匆离开了。但就在她离开的当天晚上，又偷偷租了个车，驱车几10公里回到了别墅。她趁着我们全家人都睡着了，点了一把火，将我们家的别墅烧了。那时凌晨3点多，所有人都睡了，周围邻居也没有任何人发现。等物业发现时，大火已经将整个别墅都包围了。我妈第二天接到通知才赶回来，一回来就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旁人看着都止不住的心疼，纷纷上前安慰我妈，仿若听不到。她崩溃至极，早知道我就不走了，早知道我就陪你们一起去，你们不在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她演得很真，可是没人注意到她眼底得逞的笑。现在我们全家，她就是唯一的继承人。就在她暗自得意那一刻，妈妈，你怎么了？我站在身后叫她，我明显感觉到我妈身体抖了一下，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老婆，你跪在地上做什么？我妈战战兢兢地回头，看到我们全家平安无事地站在她身后，吓得她直接瘫坐在地上。你们是人是鬼？我们活得好好的，昨天我们出海旅游了，现在才回来。我妈表现得很激动，可眼底的暴怒真的已经藏不住，她恨不得马上杀了我们。你们没在家？没有啊，妈。我们家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妈眼神开始闪烁，她在努力控制自己。前几天听说有老鼠，我好像在门口处装了几个隐形摄像头，我现在就拿出来看看。说着我就要拿出手机看监控回放，我妈直接被吓到了，她猛地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拿过我的手机，疯狂地砸在了地上。所有人都看着她，我妈却笑着说：“那个，你们没事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就好。”我们一家人确实整整齐齐，但没有你了。我爸直接把话挑明了。什么？我妈慌张到已经掩饰不住了。老公，你在说什么？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不最清楚吗？证据我都交给警察了，接下来你就准备接受法律的制裁吧。我妈直接疯了，死都不承认自己做的这一切。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你昨晚放火烧别墅的视频我已经交给警察了，看，警察已经来了。我妈看到警察撒腿就跑，可她怎么可能是警察的对手？3两下就被制服在地，她被警察带上了警车，临走前还大声冲我们吼道：“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我做的如此天衣无缝，你们不可能会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她想不明白她到底哪里出了错，她接受不了这么多年的忍辱负重，最后会是她自取灭亡。我妈因最终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她入狱后，我还是去看她了。她见到我那一刻很激动。铁锤，你还爱着妈妈的，是不是？等妈妈出狱了，妈妈带你去旅游，妈妈给你想要的一切。我打断她的话，我不爱你，听着恶心。那你来做什么？你来看我，不就是舍不得我吗？我是来看你笑话的。我嘴角勾起一道残忍的笑容，这样的笑容根本不该出现在一个10岁孩子的脸上。我妈一脸的惊恐。你是谁？你不是王铁锤？怎么可能不是？只不过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看着她，笑容更深。妈，你应该很想知道，为什么你机关算尽，最后却功亏一篑吧？为什么？因为老天爷会惩罚每一个坏人，否则又怎会给我重生一次的机会？我妈以为我在耍她，差点站起来要打我，刚有此举动就被狱警给摁了下去，疼痛让她立刻嘴软求饶。看着她这般模样，我心里别提有多爽。妈妈，不管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毕竟母子一场，临走前送你一件礼物吧。我妈看着我，眼底带着些期待。我一字一顿告诉她，李坤坤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当初你把他带回来，我爸就去做了 DNA 配对，发现你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没想到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给别人养孩子，你自己生的孩子估计不知道在那个垃圾站捡吃的呢。哦，不对，都不一定活得下来，真是可悲又可怜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妈不相信，但整个人都已经破防了。等你出狱后自己去找答案吧，那个时候应该会很精彩。我妈最后会怎么残忍地报复她的青梅，怎么残忍地对待李坤坤，那都是她的事情了。我走出警察局，呼吸着新鲜空气，感受着新的人生。